在南美洲巴拉圭出生的我，从小就听着关于玻利维亚的故事。太美了啦！那些神秘的传说，那些美丽的风景，一直深深地吸引着我。现在来到了天堂之路，出发喽！今天真是出船的好日子，凉凉的，舒服啊！这里的一切都让我感到无比熟悉。有点不敢摸的，好累啊！这是亲身来到这里才能体会的迷人瞬间。这不仅是一趟旅程，更像是一次与南美洲重新恋爱的机会。这里好像是白云制造机，全世界的白云都是从这边来的。我要亲身经历这里的一切，和你讲述我与这个国家的故事。上一集，我在玻利维亚这陌生却熟悉的土地上，重新找回那份属于家的感觉。爸妈养在盒子里面太可爱。在首都拉巴斯乘坐缆车，饱览壮阔的城市天际线。哦，加速了，加速！到女巫市场探秘，发现原来早已不再如过往般神秘。和排笛音乐家在月亮谷的山顶上用音乐交流，然后勇者无惧的骑单车征服了死亡之路。哇，刚刚差点滑倒。在迪迪卡卡湖邂逅了乌鲁斯族的家庭，乘坐芦苇船悠悠航向那片漂浮的故居。在玻利维亚有一种独特的女性摔跤文化——巧丽塔摔跤。自西元2000年悄然流行，便深深扎根于玻利维亚的民间文化，吸引了无数目光。在玻利维亚的街道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穿着很有特色的原住民女生，她们戴着圆圆的帽子，披着披肩，穿着蓬蓬的裙子，她们被叫做 Cholitas 乔丽塔。乔丽塔在历史上有一段长期的时间是受到压迫和歧视的，她们不被允许进入公共场所，连职业都是被限制的，她们只能当女佣或摊贩。不过幸好，经过多年的抗争和政府订定的反歧视法律之后，她们终于得到了平等的权利。现在她们可以从事各行各业，而今天我要去拜访一位乔丽塔。Hola, ¿qué tal? ¿Cómo estás, Alberto? Bienvenido a mi casa. Wow, tienes un ring en casa. 我现在走进的不仅是玛利亚的家，更是这位女斗士练习摔跤、展现风采的舞台。他们这边通常是拿来练习，然后每个礼拜二还会表演。他说要先去暖身。在让我上擂台体验基础摔跤前，得先要做足暖身运动。把肩膀暖开来。我已经好喘了，还没练习我就已经不行了。哇，在高海拔的地方运动，加倍的累。Ahora me toca a mí. 啊 ，OK， 超轻松的啊，还嚼口香糖呢。我跟他说，看起来你需要加重哦，太轻松了吧。热身能预防受伤，提高灵活性，增强爆发力。
蛮重的。我刚刚问他多少公斤，大概有30公斤吧。Ya puedo ir a casa， 可以回家了。感觉不到我的腿了，我们走路一个。A ver, vamos a practicar。在玛利亚弟弟及朋友的共同指导下，我的摔跤初体验正式开始。Cuando yo entro, yo también quiero entrar。要找实际插进去。摔跤训练主要通过示范动作，让我理解技巧，再反复练习，以掌握摔技和防护要领。因为我们刚刚做的这个翻滚动作，只是在暖身而已。Un momento, por favor。才开始不到5分钟，我就已经吃不消了。啊，还有其他动作。哎呦，干嘛？不要这样子，小力一点，小力一点。我的妈呀！谁来救救我？他说就叫我跳上去，然后就摔下来。他说跳越高越不痛。他说你小心点，跳不好的话你可能会死掉。这什么意思？这我还敢跳吗？职业伤害，好痛！我用屁股着地。随着慢慢深入，训练难度也逐步提高。我为什么来这里啊？我是走错地方了。好，先从低的开始练。啊，好可惜，今天不能练习了。他们说，既然第1条绳坏掉了，我只能从第2条绳练习。我刚刚连平地都跳得很痛了。他们说要我从第2条练下。一切都是天意，一切都是命运。啊，还以为可以逃过一劫呢。Nice。反复练习后，我渐渐掌握落地技巧。但是更难的还在后头，站上第3条绳，空中翻倍落地。我说有没有基本的东西？他说可以，我就帮你抬起来，帮你摔下去。哇，你不要看玛利亚·侯塞小只的。他其实真的蛮强壮的，我以为他抬不动我，没想到他轻而易举就把我抬起来，然后旋转。还好我有上过一些什么舞台打斗的一些技巧，所以我大概可以跟着他们。这个感受我应该不想再来第2次。不过整个体验是很好玩的，爽啊！Bueno, esta es mi habitación. ¿Y quiénes son estas? Ellas son mis compañeras de la lucha libre. 你看，他墙上挂了很多张照片，都是不同的巧丽塔。¿Dónde estás vos？你在哪里？ Allá, María José. 啊，这个是他。21岁的玛利亚出生在一个摔跤世家，从14岁开始接受父亲的训练。A mí no me gustaba la lucha libre, pero ya pues yo tuve que seguir el legado de mi papá. 年少叛逆的玛利亚其实更迷恋足球。一次训练迟到，父亲毫不留情地把她摔在地上。那天，她的眼泪止不住地流。我问玛利亚，是什么支撑你走到今天？她说她也是激不得的人，因为她爸就跟她说：“你就不要再回来了，你太柔弱了。”她说：“我一定可以成为世界上最强的摔跤手。”就因为这一句话，这个信念，她撑到现在。摔跤的危险在于，每一次摔倒都可能伤及脖子或背部，甚至致命。他说，其实要看他们练习的次数。当你只要开始不练习，然后上场就很容易产生意外。他有一次锁骨裂掉，还要住院开刀。从一开始的排斥，到后来发现摔跤的乐趣，玛利亚在汗水与坚持中，逐渐踏上属于她的擂台之路。Ahora que me gusta más la lucha libre, la verdad, se ha vuelto un vicio para mí.
我在南美洲的玻利维亚遇见了美丽的乔丽塔摔跤手。职业伤害，好痛！我用屁股着地。摔跤初体验让我天旋地转。我在哪里？我是谁？乔丽塔摔跤的诞生源于玻利维亚艾马拉族女性对抗社会歧视和压迫的奋斗。这不仅仅是一场体育竞技，更是一场反对歧视、争取平等的文化运动。乔丽塔摔跤手们不仅在擂台上展现勇敢与技巧，也象征着女性的坚韧与自信。乔丽塔摔跤融合了传统摔跤与戏剧性表演。没想到玛利亚居然也把我拉上场，客串演出一段。玛丽还是反派，我这样怎么帮他加油啊？如果我今天没有去跟他练习的话，我会觉得我是看了一场设计过的表演。但是因为经过练习，我知道他们是套好的招数，虽然不是真打，但他们是真摔，那其实是很痛的。这些招式的危险性，他们的难度其实是很高的。只要一摔不好，很有可能你就会上天堂。他们的生活就是为了上台，每天不断的训练，每天不断的提升自己。所以今天我是抱着一个不同的心态在看这场表演，这个让我看了很感动，很佩服他们。在欢声雷动的擂台表演场上，每一次跌倒都是乔丽塔摔跤手们成长的印记，每一次的重新站起，都是他们力量的证明。告别高原之都拉巴斯，今天我将启程去乌尤尼，与那片魂牵梦萦的天空之镜相遇。天空之镜，我来啦！短短1小时航程，我已抵达乌尤尼上空，俯瞰大地，竟是一片无垠的纯白。乌尤尼小镇位于玻利维亚西南部高原，海拔约3650米。小镇规模不大，人口只有3万，面积约11平方公里。街道上多是红砖瓦房，夹杂着些许殖民风格建筑，氛围朴实寂静。小镇因天空之镜吸引着全球旅人，但乌尤尼的魅力远不止于此。在小镇郊外，还有一个被时光遗忘的故事，等待着我去发掘。1892年，乌尤尼为了采矿业开通了铁路，但随着1940年代矿业没落，许多老旧的火车头和车厢都被弃置在这里。走在这里，就好像走在一个露天的火车博物馆。这里停放着数十辆废弃的蒸汽火车。静默诉说着逝去的故事。很久没有荡秋千了，有时候会带子女他们去公园，都是他们在玩。现在换我玩，在荡秋千的时候又开始想着他们。
尤尼小镇的火车墓地，见证了时光的流转，吸引了许多摄影爱好者，也是欣赏夕阳的好地方。乌尤尼的夕阳让天空会变得非常的立体，不知道是因为沙漠地区的天气的关系，会让这边有一层薄纱，看起来是粉粉的，它的颜色非常的有层次，很漂亮。整座乌尤尼小镇，我觉得都很像是一个电影拍摄现场，那些路灯就会让我想到《La La Land》，因为它不大，让我觉得我好像也来到了楚门的世界。小镇的夜，街灯静静的伫立，我跳着轻快的舞步，期待倾听更多乌尤尼的故事。说到乌尤尼，其实除了天空之镜之外，这里还有很多很有特色的自然景观。今天就要跟着我们的专业向导 Richard， 要带我们来探索乌尤尼的美。Hola Richard， ¿Cómo estás, hermano? Bien. 天空之镜的美，我决定留到最后。今天我先踏上为期3天2夜的沙漠之旅，去探索这片荒凉却充满自然奇观的土地。离开了小镇后，我便正式进入了人烟稀少的沙漠自然保护区地带。爱德华多阿瓦罗亚安第斯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海拔介于4000至6000米，拥有火山、沙漠、湖泊、湿地等壮丽的高原景观，是生态与摄影爱好者的天堂。岩石谷以巨大的火山岩阵而闻名，岩石由火山喷发后的熔岩冷却而成，经过数千年的风化，形成了各种怪诞的巨石。比较有名的是一个叫做石之树，它被风吹的变成一个树的形状。我远远看，我觉得它比较像个山。岩石谷四周被高原山脉环绕，背景是辽阔的荒漠，景色壮丽而荒凉。偶尔还能见到野生动物，为这片荒原增添了几分生气。这次我认识了一个很特别的沙漠动物，它叫做 Biscajas。看镜头，哎，跑走。这边还好多只哦。很多人都会来这边喂它们饼干吃。来来来，谁要吃蔬菜？蔬菜对身体好哦。哎，要把我抢走。它是器齿类动物，它长得很像兔子，但是也很像袋鼠，然后远远看又很像松鼠。所以你可以喂它饼干，喂它水果，好可爱哦！它们刚开始我其实心里有点怕怕，我说它们会不会攻击我？然后发现它们是蛮温驯的动物。在这边，这边来，啊，换你。它们吃东西的模样太可爱了啦，好想带一只回家哦。离开了玻利维亚的首都拉巴斯，我踏上前往乌尤尼的旅程。漫步乌尤尼小镇，走进了犹如被时光遗忘的火车墓地。走在这里，就好像走在一个露天的火车博物馆。展开3天2夜的沙漠之旅，在安第斯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与可爱的兔鼠相遇。它们吃东西的模样太可爱了啦，好想带一只回家哦。
这是一场深入荒凉秘境的奇妙探险，每一个转弯似乎都在等待着一个未知的惊艳时刻。乌尤尼的自然风景真的都美得像一幅画一样，而这里的景象被说很像是达利画的作品一样。达利沙漠位于玻利维亚利佩斯高原，荒凉景观让人联想到超现实主义艺术家萨尔瓦多·达利的画作而得名。所以我现在要配合他的画风，来摆出一些超现实的动作。哇！安第斯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的高原湖泊和湿地，犹如宝石般点缀其间。没想到我在这些湖泊湿地邂逅了成群的火烈鸟。第一次看到火烈鸟展翅飞翔的画面，哇，非常壮观。澎湖是火烈鸟的主要栖息地，因其水面呈现红色而得名。火烈鸟以修长的身姿漫步湖泊和湿地之间，它们依湖而生，啄食藻类与微生物，羽色渐染成绯红，如霞光映照水面。水里面有一种我们看不到的红色微生物，风越大，这边的湖就越红，因为它会把微生物都吹起来。湖周围的自然景观壮丽，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观赏。有红色、白色、绿色、蓝色，太美了，很像有人不小心把颜料打翻了。妈，我在飞，我变成火烈鸟了。清晨时分，滚烫的白雾在寒冷的空气中升腾，如梦似幻。现在是早上6点钟，气温零下5度。为了能捕捉到最美丽的风景，我们趁着日出来到了这里。你看，就在那边，是不是很像仙境般的风景？太美了啦！晨光地热区仿佛大地的心脏，在海拔近5000米的高原上呼吸。这里好像是白云制造机，全世界的白云都是从这边来的。这片活跃的地热区，大地不断冒出滚烫的蒸汽和硫磺气体，遍布着喷气孔、间歇泉和泥浆池。在这一趟的旅行里面，我感觉到我的心跟大自然的距离有接近一些，又或许是因为玻利维亚的自然景点不只是可以欣赏，而是可以跟他们互动。我刚开始比较不敢碰它，你看大家都跟它玩得很开心，所以就敢靠近它了。碰一碰，发现它其实没那么热，没那么烫。然后最好玩的是，你其实可以用脚去把那个蒸汽孔把它盖住，盖住的时候，哇，会发出很大的声音。玩得很开心，而且还可以坐脸，又可以洗我的脚。因为沙漠地区嘛，你的鞋子永远都是充满着沙，所以把鞋子放在那个喷气里面，它就可以帮你那个洗得干干净净。光影交错之间，仿佛踏入一片超现实的荒凉意境。它的地形很特别，颜色也很鲜艳，很多不同粉粉的颜色。阳光会透过白烟，时而有，时而没有，
在地面上你也可以看到有影子，颜色也会随着这个影子的来去，会有不一样的表现，会有不一样的色彩，很像去外星球探险的感觉，真的是一个很不一样的经验。除了红湖，当然也不能错过探访玻利维亚最南端的绿湖。像一颗翠绿的宝石，这片湖泊静静地躺在安第斯山脉脚下，湖水因高浓度铜矿而呈现独特的绿色，在阳光照射下，波光粼粼，宛如荒原中的绿洲。眼前这座休眠火山是 Volcan Licancabur。很有趣的是，前面这半段是属于玻利维亚的，而后半段是属于智利的。利坎卡乌尔火山是安第斯山脉中的一座休眠活火山，海拔高度约为5916米，雄伟圆锥形的山体与绿湖相映成趣。当风越大的时候，它会把这些水里面的氧化的铜都吹到水面上来，会让整个湖变得更加绿色。漫步在湖畔，欣赏湖水随着风和光线变化，沉醉在大自然的奇迹里。今天游览了整整一天，虽然疲惫，却心满意足。此时怎能不顺道犒赏一下自己呢？我现在泡在 Bolges 温泉里面，这里的水温很舒服，34度，而且没有很重的硫磺味，所以可以在这边待上很久很久的时间。这里拥有2个露天温泉池，水温维持在摄氏30度至35度之间。有太阳晒着，把我晒得懒洋洋的。能在沙漠地区泡温泉，很像是在做梦一样。在四周美景环绕的大自然底下，享受泡汤的乐趣，感觉好梦幻，好不真实。而且今天天气又超好的，我快睡着了，好舒服。这里是南美洲玻利维亚乌尤尼高原沙漠地带，如梦似幻的晨光地热区。这里好像是白云制造机，全世界的白云都是从这边来的。在色彩斑斓的红湖，我想象着自己和火烈鸟一样展翅翱翔。妈，我在飞，我变成火烈鸟了。这片广袤的白色大地，曾是远古湖泊，如今化作世界上最大的盐沼，绵延约1万平方公里。这里的景色随着季节变换，旱季时，盐原大地铺满了6边形盐结晶，呈现奇妙的几何纹理。雨季盐沼积水，当风止息，浅浅的水层倒映天空，化作梦幻的天空之镜。盐沼不仅是壮丽的自然奇观，也承载着玻利维亚的生态与文化。今天我要来拜访一位盐砖切割高手，他也是一名岩雕艺术的创作者。我今天要跟他拜师学艺 ，Let's go！ Hola Nico。Hola Hola. bien? Todo bien, sí. 现年43岁的 Nico， 生活和盐沼紧紧相连，盐就是他赖以生存的一切。每天早上8点 ，Nico 握着沉重的斧头切割盐砖，直到下午5点，周而复始，从不间断。
一块岩砖能以5玻利维亚诺约1元新币的价格出售。哇！有没有听到那个声音？Parece muy duro. Dale, déjame probar, déjame probar. ¿Cuántos kilos sabes que? Más o menos pesa unos 20 kilos. 切歪了，Sorry。它怎么这么精准的往下放？让我喘一下。大家不要忘记，我们现在还在高海拔的地方。岩层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沉淀过程，厚度可达数米，既是大自然的馈赠，也映照着时间长河中无声的奇迹。哇，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呢，是可以看到时间的过程，记录了每个世代的雨量，地球有多老，这个岩砖就有多老。来尝尝看这个，1万年的盐巴味道如何？根据 Nico 的说法，乌尤尼的盐主要出口到巴西，用来喂养牛羊，目的是提升肉质，让肉更加美味。哦，好咸哦！哇，里面的颜色真的很漂亮哎，它是水晶，有没有？像那种宝石的感觉。Ya. 刚刚切出来的岩砖必须再切成小块，经过至少2周的晒干，才能拿来进行岩雕创作。那我们先把这些搬去晒干的地方。Nico 有一些已经晒干好的岩砖可以用。Vamos。返回小镇工作室的路上，Nico 骑车载着我驶过岩沼。Nico 说我运气好，今天不冷。平时这里的风又大又寒，这一刻我只感受到风的轻柔与清凉。我情不自禁地张开了双臂，仿佛不是在骑行，而是在这片纯白的世界里飞翔。这个就是 Nico 他的岩雕艺术品，这是代表玻利维亚的亚马驼羊，象征钱财的大象。这个是一个猫头鹰。那我今天要来挑战做这个。哦呦！玻利维亚人他们很喜欢示范，但是讲解不多。短短5分钟，这个猫头鹰就成型了。换我挑战。他就示范一次，然后就说啊换你，啊换我，好换我。现在这比较挑战，我要做一个弯曲的一条线，这一刀一下去就没有回头路了。有慢慢成型了，有慢慢成型了。好，感觉差不多了。这是老师的作品，这是我的作品。觉得以我初学者来说，做的还蛮像的。他说以我第一次这样做，做的很不错了。Nico 他跟我说，只要是在这里出生的人，工作都是跟盐有关的。那时候我心里就想，很多时候其实是被我们的出生地、出生的家庭注定我们会过怎么样的生活。看到他这么认真的生活，从生活中找到表达生活的艺术，让我觉得其实不管我们出生在怎么样的环境，还是得看怎么去过生活才是最重要的。不远处是 Nico 曾参与打造、才刚建好6个月的独特新景点——盐之迷宫。盐之迷宫有十字架的造型，从空中可以看到玻利维亚的字。走完迷宫大概要花45分钟的时间，你们觉得我会花多少时间呢？开始计时。
死路。整座迷宫由7万块岩砖砌成，2米高的高墙环绕，脚下的每一步都是探索的开始。只有耐心寻找，才能找到那通往出口的路。哎，左或右，左或右，右左右左右。反正我现在就看到塔在哪里，我就往那个方向走就对了。死路。啊，怎么又是一样的地方？啊！我要求救了，阿小刚。后来是跟其他的游客一起找路，另外一个游客站在上面指引我们的路，我们才终于找到出口，是这里。哇！找到出口的那一刹那，感动啊！迷宫真的不是开玩笑的，真的是非常有挑战性的。今天一大早就去切割岩砖，幸好今晚入住岩宫酒店，让我可以好好休息，当个快乐的公子哥。这就是我要住的房间。哇，好不敢相信，这些都是岩做的。岩宫酒店坐落在乌尤尼岩沼边缘。整座建筑由岩砖筑成，从墙壁到床铺都由岩砖打造。我觉得最特别的是它的岩砖天花板，天花板这样会绕，哇，有种3D 效果，很像住在冰屋里面。岩宫酒店融合当地文化与现代舒适，让人在岩沼美景中放松身心。感受静谧与奢华交织的时光。它的这个温水游泳池呢，有大大的落地窗，所以你在泡在水里面的时候，也可以欣赏外面的风景，非常的享受。我在南美洲玻利维亚壮阔的乌尤尼岩沼，有着我和 Nico 的美好回忆。在 Nico 的教导下，体验创作岩雕的乐趣。他说：“以我第一次这样做的很不错了。”岩沼还有岩砖打造的迷宫，挑战我的方向感。仙人掌岛位于乌尤尼岩沼中央，因遍布仙人掌而得名。今天我会在仙人掌岛展开2天1夜的露营之旅。仙人掌岛上的仙人掌都超巨大的，你看这个，岛上布满了高耸挺拔的巨型仙人掌，每年仅生长约1厘米。像这个有10米高，应该是1000年仙人掌了吧？仙人掌岛由珊瑚岩构成，地貌独特，富有原始风貌。我以为是软的，其实是硬的。从岛上的制高点远望，一望无际的白色岩原与蓝天相接，犹如置身在异世界般的梦幻景象之中。仙人掌岛上的仙人掌真的是长得都很有特色，每一株好像都有它自己的个性。有些仙人掌上面还会长出很美丽的花朵，有些上面会长着白白的毛，阳光照的时候，从远处看我会觉得这座岛好像插满了会发光的笔。整个乌尤尼地区都充满着这种很不真实的风景。
很像是走在电脑合成的世界。仙人掌岛拥有辽阔的视野，是观赏日出、日落和星空的绝佳地点。前提是你愿意在这里搭帐篷过夜。夕阳在白色大地上慢慢延展，我捧着温暖的咖啡，坐在这片广袤的世界里，感受着宁静与壮丽交织的美好时光。高原沙漠地区昼夜温差极大，太阳才刚没入地平线，寒意便迅速袭来。星空悄然降临，仿佛整个宇宙都在我眼前闪耀。我拍这么多极境之旅，去过这么多国家之后，这一次是我看过最闪亮、最多星星的一次。今晚有星月伴我入眠，先跟你说声晚安喽。终于来到旅程的压轴一站了，也是这趟玻利维亚之行我最期待的天空之镜行程。天空之镜跟极光一样，需要天时地利人和，最主要是需要雨水才能看得到。不过最近一直没有下雨，所以看到的机会不高。Richard, ¿será que vamos a poder ver el espejo? Sí, vamos a ver. ¿En serio? Sí, verás que veamos. Ah, muy bien. Richard 很有信心，那我也要有信心。你可以看到天空之镜。经过2个小时的车程，我终于看到了那朝思暮想的天空之镜。终于让我如愿以偿。Richard 说，在雨季的时候啊，镜子是一大片的，这个其实根本不算什么，但对我来说，这已经算是我看过最棒的天空之镜了。经过死亡之路的洗礼，现在来到了天堂之路。每年大约11或12月，当乌尤尼盐沼开始进入雨季，便会开始积水。五峰时，水面平静，天空便会倒映其上，形成梦幻的天空之镜。太美了，我的妈呀！第一次体会到什么叫做自由的感觉，没有束缚，整个世界变得很开阔，只会想要安安静静的享受这个环境，没有特别想拍照，而是想要去体验自由自在的感觉。环顾四周，天地的界限已消失，这一刻，只有我和大自然最纯粹的存在。这趟旅程很精彩，看到很多没有想过会看到的画面，感受到很多没有感受过的一些感觉。我可能蛮幸运的。我没有什么经济压力，我不需要去照顾家庭，我只需要照顾好自己。这是我这次来玻利维亚最大的一个启发。好像人生就是这样子，我们随时可以准备好出发，但是如何抵达终点，怎么回来，这些是我们无法控制的。能控制的就是如何表现好自己，如何活好当下。我觉得这就是我想追求的人生。我会走到人生尽头，尽管波折重重，一路上有你的风景，是我最美的宇宙。即使黑夜将我淹没，思念依旧滚烫如昨。你的微笑
是我心中永恒绽放的花火。我要飞到遥远星空，与你热情相拥。即便时间走到了最后，我依然为你存在。